哥哥和嫂子结婚的第3个月，哥哥因为车祸意外死了，嫂子被当成了别人口中的丧门星。才进门3个月，男人就没了。这女的克夫，长了一副狐妹子样，一看就不是过日子的人，谁娶她谁倒霉。我哥是出车祸死的，警察都说了是意外，跟我嫂子没关。你们是闲得慌吗？在这里乱嚼舌根。嫂子，你2天没睡了，去屋里歇歇吧。小叔子，谢谢你，对不起。我知道嫂子这句对不起是发自内心的，因为她与我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，从小学到初中我们都是同班同学，她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喜欢过的女人。只是我们彼此都没想到，她最终会成为我的嫂子。老陆，10万的彩礼加8万8的恩养费，只要钱到位，我就把女儿嫁给你的大儿子。爸，我不嫁，我有喜欢的人。你给我闭嘴！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不嫁，你弟弟拿什么娶老婆？我和你爸把你养这么大，不是让你顶嘴的，你必须嫁。爸妈，快拿钱！我要娶清河，她就是我老婆。18万8，一分不少。收了钱，你们就不能再反悔了。他们，包括我大哥陆明都知道我与清河青梅竹马互相喜欢，但还是让大哥陆明娶了她，而我却不敢有丝毫反抗。陆征，救我！你为什么连站出来娶我的勇气都没有？是的，我没有勇气反抗他们，只因我是陆家的养子。但来到陆家，我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，我更像是一个全能的牛马，为陆家承担了所有家务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领养我是因为每个月都会领到800块钱，我对他们来说只是获得这800块的工具。嫂子，你没错，是我没用，是我窝囊。养父母从小就教育我，是他们给了我第2次生命，没有他们，我不可能长这么大。我活着就是为了报恩，所以我不敢反抗，更不配喜欢任何人。女儿，把孝带摘了，跟我走。去哪儿？陆明的后事还没办完呢。你现在跟老陆家没关系了，我和你妈已经给你找好下家了，明天你就去跟金彪领证。什么？你们要我改嫁？我不嫁！放屁！我是你爹，我让你嫁谁你就得嫁谁，这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媳妇儿，10万彩礼你爸妈都收了。你现在就是我的女人了。住手！别动我嫂子！你个废物！我碰我媳妇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给我滚！我知道我哥出车祸，肇事司机赔了40万，沈清河的爸妈想要分这笔钱，而陆大强、潘桂芬坚决不同意，两家因为这事一直在吵架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他们最后会以让沈清河改嫁这种方式达成和解。我嫁我女儿，你爸妈都不敢有意见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给我滚开！这是我嫂子，我哥走了，我有责任护着她。只要我嫂子不愿意，没人能逼她改嫁。哎呀，你个废物，反了你了！沈清河，快点过来，跟我走。是啊，姐，你弟妹她说要换一台新车，没有彪哥的10万彩礼，我拿什么换车呀？我不走。当初你们为了钱让我嫁给陆明，我没有反抗。他出意外死了，全村人都说我是扫把星，我也能忍，但我不想再改嫁，不想再成为你们敛财的工具。我也是你们亲生的，凭什么牺牲我的幸福？小女，我打死你！别动！老陆家能不能管管你们领养的这个种？咱们可是说好了，你们同意我女儿改嫁，我们家才不要那40万赔偿的。你们现在要反悔吗？陆征，放手！这是人家的家事，你别管。沈清河从现在开始已经不是我陆家人了，也不是你嫂子。陆征，帮帮我，你是这世上唯一能帮我的人了，我不想嫁给他。你们还有点人性吗？马金彪都46了，比清河大了2轮，你们这是卖女儿！你小子敢说我，信不信我找人收拾你？来啊，我等你。陆征，我知道你一直喜欢我女儿，人家金彪能拿出10万彩礼娶清河，
你有什么？你要是能拿出来，我把清河嫁给你也不是不行。陆正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这是你嫂子，你大哥的女人，你也敢惦记？你快给我过来！她是我嫂子，我陆征不会做那种事情，但10万块钱我出，以后就让清河留在我家，一直给我当嫂子。你们不准再逼她嫁给别人。10万不行，彪哥是包工头，走到哪里都有面子，我们沈家以后能用得上，而你只是一个修车厂打工的，有什么能耐？你要是想娶我姐，必须一次拿出15万。沈耀祖，我是你的亲姐，从小有什么好东西都让着你，宠着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是我亲姐，才要多给我赚钱，让我过上好日子。如果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我还要你这个姐干啥？对，最少15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陆征，你不用管我了，我不能拖累你。好，15万，我出了。看不出啊，你这个破修车的这么有钱，拿钱吧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我现在没有那么多，但我1个月有8000的工资，我晚上还可以兼职当司机送外卖。我以后每个月给你们1万，分15个月还清，可以吗？分期付款，我还第一次听说彩礼钱能分期付款的。我不同意，你们别听他在这胡说。陆征，你挣的钱都是我和你爸的，凭什么给别人？结果我们同意了吗？妈，我初中毕业你们就不让我念了，让我学修车，在厂里打工。这些年我月薪8000，其中7500都交给你们，我只留500当生活费。我哥娶沈清河的彩礼钱也都是我一点点赚的。这次算我求你们，让我帮沈清河一次，他已经够可怜了，可以吗？老陆家把陆明供到大专毕业，却让从小成绩优异的陆征不念了，给他们当鞋宝。我说陆明为啥一直不上班？感情是靠他弟弟工资，8000上交7500，这老陆家吸血吸得够狠的。你这个白眼狼，要不是我们都没人要你，你能活到现在吗？你大哥没了，你得给我们养老，你赚的每一分钱都要上交，这是尽孝道，天经地义，你明不明白？8岁那年，从被你们带到陆家的那天起，我就在尽孝道。如今我24了。你个逆子，听听这是人话吗？儿子孝敬父母，天经地义，何况你是我们领养的，没我们，你早没了。走开！你个没良心的，做事也太过分了！陆征，跟我走！姐，为了我的幸福，你就答应吧。陆征，大明咋就这么走了？我的好儿子，为什么死的不是陆征啊？都是沈清河那个扫把星害了我们家，早知道当时就不应该让大明娶她。这就是我的养父母，或许他们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过一家人，甚至没把我当成过人。当初养他除了为了每个月800块钱的补贴，也是因为大明身体不好，想让陆征帮忙，以后能赚钱扶持大明。没想到大明这么年轻就走了。你那一搞头不会打出事儿吧？咱们现在没亲儿子了，还指望他给咱俩养老送终呢。不会的，他命硬，之前我每次喝多都打他，他早就皮实了。亏得有这么一个玩意儿，要不咱们岁数大了怎么办啊？爸妈，这些年在你们眼里从来没把我当成过亲人吗？我只是你们领养来的一头牛马吗？你什么时候醒的？我们把你养大，这恩情大过天，你没资格质问我们。要造反啊你！赶紧滚去柴房干活！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每个月要给我们上交8000块钱，少1分都不行。人都有自己的底线，一旦那个底线破了，一切就都变了。过去的10几年，我把应该报答的恩情都报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决定为自己而活。我给你们当了16年的牛马奴隶，从现在开始，
我想当一个人，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都给你们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与这个家，与你们一刀两断。哎，你回来！让他滚！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有本事就永远别回来！彪哥真行啊，才花10万块就买了个极品。毕竟是个二手货，10万不少了。你们说，彪哥一会儿能不能让我们也？你别过来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你反抗吧，你越反抗我就越兴奋。哎呀，这小味道太带劲儿了！你个二手货都2婚了，装什么清纯？老子钱都花了，今天必须办了你！我是个普通的女人，只想过普通的日子。当年我喜欢过一个男人，本以为这辈子能跟他过平淡而幸福的生活。陆征，你如果爱我，为什么连跟我在一起的勇气都没有？陆征，你来干什么？哟，怎么你看上你嫂子了？要来英雄救美啊？你有这个实力吗？你个软蛋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不要再做那个窝囊的废物，我要为自己而活，为我爱的女人而活。她是我的嫂子，我要护她一辈子。你他妈找死！我不想闹事，但你们要是再逼我，那就试试。狗东西，你敢坏我好事！只要我活着，就没人能动我嫂子一下。你想跟他们一样吗？你这个废物什么时候这么能打了？以前我遇到什么事都要隐忍，是因为不管是对是错，只要我敢反抗，回去必将被养父一顿毒打。但现在没人能再骑在我头上拉屎，我必须像个男人一样站出来保护嫂子。嫂子，我来晚了。陆征，我怕。别怕，从现在开始，天塌下来，我替嫂子顶着。他是我花了10万块钱买来的，你凭什么带他走？你的钱是给老沈家了，而沈清河现在是我陆家的人，是我陆真的嫂子。你想要钱，就去沈家要；你如果想要人，就问问我的拳头答不答应。你给我滚开！这就是我一直以来都在渴望的胸膛。我知道我与他的关系会被所有人说闲话，但我不在乎。我以前为了那个家从来没有反抗过，现在我要为了自己而活。大征，你咋来了？张哥，家里出了点事儿，这段时间我能在修车厂里住吗？这是沈清河，我嫂子啊。我听你说过，大征，咱们认识10来年了，你家的情况我很了解，你想住多久都成，只是这里的条件太简陋，你能将就，可是你嫂子……张哥，我也能将就，我不怕吃苦，以后陆征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行，那钥匙就交给你们了，正好你们还能帮我看店。谢谢你了，张哥。谢谢张哥。谢啥？都是自己人。那你们进去吧，我回家了。嫂子，这里只有1张床，你先将就一下吧，我在外面打地铺。那怎么行？你救了我，怎么能让你睡地上？哎呀，没事儿，你先睡吧。陆征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从小学到初中，我们不光是同班同学，我们还互相喜欢。要不是我父母一定把我嫁给陆明，我们早就……别说了，我大哥死了，你就是我嫂子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你先睡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你这样伤口会感染的。没关系，我这人皮实。不行，你不是皮实，是从小到大没人关心过你。既然现在我们在一起，我就不能让你再过以前那种糙汉的日子。你这样不好，毕竟是我嫂子，住一起会被人说闲话的。长嫂如母，你是不是得听我的？除非你对我有其他想法。不，我没有。陆征，难道你心里真的没有喜欢过我？之前都是我一厢情愿的。我不能做对不起大哥的事情，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好。陆征，你在胡思乱想什么？不管你们当初有多少感情，现在她已经是我的嫂子，
我不能有非分之想。谢谢你，嫂子。陆征，你难道这辈子都要叫我这个称呼吗？其实我跟陆明，算了，有些事儿我不应该说，但我跟他确实只结婚了3个月，而且他现在已经走了。不要再说了，我有我的原则和底线，你放心，那10万块的彩礼我一定会帮你还上。等这件事过后，你可以选择继续留在陆家当我嫂子，或者嫁给你喜欢的人。陆征，你就是个怂包！谁？你的伤口还没愈合，这样会感染的。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陆征，我心里没有鬼，所以我看到什么都不会心虚，而你心虚了，因为你心里有鬼。我在你心里是不一样的存在，对不对？你别乱说，我只把你当嫂子，我不会做对不起我大哥的事情。如果不是两家逼迫，我怎么会嫁给陆明？我对他没有一点感情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都懂，但那又能怎样？已经发生的事实，没人能改变。你说的是什么事实？是我跟陆明有过不堪的过往，你是觉得我配不上你了，对吗？不是我没有嫌弃过你，只是我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，我有我自己的底线。你以后不要再说这种事了。好，我不说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提了。你以后都是我的小叔子，而我是你嫂子，我们的关系永远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。我知道，我这番话再次伤透了他的心，但我又有什么办法？不就是要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？难道我的做法有错吗？我命令你转过去。你有伤，不方便动，我来帮你清洗，就这一次。这一刻，我的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感觉。我明明应该拒绝，但不知道为何，我始终开不了口。好久没洗澡，洗这么久了，谢谢你嫂子。我身上也脏了，我也想洗个澡。哦，好。别走太远，我害怕，在一旁守着我好吗？这……你心里没有鬼，对我没其他的想法，为什么不敢？你只要不偷偷看就可以了。行。他的身材是整个镇上的公认的好，他们背后讨论沈清河的那些污言秽语，我也没少听到。而此刻，沈清河的心意，即便是我这种直男，也再了解不过。但我不能回头，我心底的底线不能破。歇会儿吧，吃点饭，我做的炸酱面。哎呀，这有女人了就是不一样，吃个炸酱面都这么丰盛，弄得我都饿了。香，比你们嫂子做的好吃多了。陆征，弟妹真贤惠啊，不光长得好看，做饭手艺也是没得说。张哥说啥呢？这是我嫂子，你别瞎叫。你这人咋回事？我40多岁了，也是过来人。再说你俩以前的关系，镇子上谁不知道啊？说白了，陆明跟你没有血缘关系，而且他已经出车祸走了。你俩现在就算在一起，也没有任何问题，谁也不会说闲话的。那也不行，陆明是我亲大哥，我怎么能跟嫂子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这人怎么这么迂腐？一根筋。张哥，别说了，我是个结了婚的寡妇，陆征是个大小伙子，他以后能找到更好的，我不配。哎，弟妹，你也吃点啊。爸妈，你个丧门星，跟我回家！有我在，谁也不准动我嫂子。你个废物！我们的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都打听过了，陆大强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，而且说白了，你只是他们家领养的，本来就不是正经的亲人。而且陆明现在已经死了，我女儿跟陆家也没关系，你是我女儿什么人啊？有什么资格管我们家的事儿？大征，你现在不明确关系，还等什么呢？人家说的没毛病，你要是跟小沈没任何关系，就没道理管人家的事儿，这不正好给你机会把关系挑明的吗？他们无法理解，从8岁起便被陆大强一家打压，灌输孝顺、长兄如父、报答恩情思想的我，仿佛被一根巨大的枷锁牢牢禁锢。我的认知早已被牢牢地锁在那个狭小的范围内，无法挣脱半分。清河，你是我们亲生的，不是领养的，快跟我们回家吧！你看你弟弟脸上的伤，都是被马金彪打的。咱家收了人家的彩礼，那就得办事儿。马金彪说了，你要是不跟他结婚，他以后天天来咱家闹。是啊，姐，我媳妇儿知道了这个事儿，现在也吵着跟我分手呢。你知道的，我婚房都装修完了，彩礼都给了，这要是结不了婚，这辈子就完了。爸妈，你们如果还当我是亲生女儿，就不要再逼我了。从小到大，你们说什么我都没反驳过，但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为自己而活。我说到做到，我是不会嫁给马金彪的。10万彩礼你们退回去。我以后会打工赚钱，我会给你们养老，尽女儿应有的义务。
但你们要我嫁给马金彪那种老男人，绝无可能。你这个不孝女，我打死你！我嫂子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她不愿意做的事情，没人能够逼她。哎呀，大家快来评评理呀！这个人渣，他大哥走了没几天，他就要霸占寡嫂。我这女儿也是不孝，养活他这么大，为了一个野男人，连父母亲弟弟都不管了，这简直就是一对禽兽啊！禽兽啊！哎呀，这简直太不像话了！够了！我之前答应给你们的15万，我会遵守承诺，每个月给你们1万。妈，10万换15万，虽然得分期，但这买卖也不亏。你疯了！你赚点钱那么不容易，为什么要给他们？就算是给，也是我给。我说过，会护嫂子你一辈子，我说到做到。今天要是不给他们，整个镇子都会传闲话，你还怎么见人？陆征，你什么时候能醒醒？你为什么那么在乎名声？我们没做错任何事，他们想怎么说怎么造谣那是他们的事，我们可以走，去别的城市，去个谁也不认识的地方。你难道想一辈子都被困在围城里吗？这一刻我愣住了，为什么所有人都看出了我思想的迂腐？我的心被困在了围城里，但只有我根本走不出来。直到多年后我才想通，这不光是禁锢我，也是禁锢大部分人的认知枷锁。人想要改变苦难的命运，只有自我开悟，打破这层枷锁才可以。在你没有彻底开悟之前，没有任何人能帮到你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现在是20号了，月底之前我要见到那1万。要是你拿不出来，就别拦着我们管女儿。陆征，你也知道，咱们就是个小县城，一个月赚8000，我也没分你太多的钱。你每个月想赚1万，这太难了。张哥，你别有压力，这些年你一直帮我，我心里有数。以后我每晚去跑出租或者外卖。那你不睡觉啊？身体能吃得消吗？我不准你去，怎么？就你男人能赚钱，我女人就不能赚钱了吗？嫂子，你松开。我不。大征啊，哥也是过来人，弟妹真的没得挑。现在除了你，所有人都把你俩当2口子了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人家父母都没意见了，你呀，什么时候能不这么迂腐？老板，我的车抛锚了，你这儿能修吗？能修。你真是张口就来啊！看好了，咱们这是改装的大 G， 市里一般汽修厂都修不了。你这小修理铺拿啥修啊，龙哥？我看还是叫拖车拖回城里得了。不骗你们，真能修，我兄弟的技术杠杠的。我先看看车。小子，那车300多万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龙哥，别听他们忽悠，他们就想在你身上敲一笔。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估计1年到头都碰不上你这种大客户吧？有道理，我还是打电话叫拖车吧。你们刚才玩越野去了吧？涉水太深，加上高强度攀爬，油温过高，变速箱内部的差速锁执行电机烧了。兄弟，你眼光毒啊！看了眼底盘就全明白了。你有办法能让它重新点着火吗？让我再开20多公里，能开到市里就行了。如果强行让它点火，估计再跑几公里，整个变速箱都得报废，到时候就是大修了。这么严重？那我还是叫拖车回市里修吧。要是信我，给半小时，我能把它彻底修好。你太能吹牛了，你凭什么打包票？信我我就修，不信叫拖车。别瞧不起乡下人，我技术不差。好小子，就信你一回。1小时修吧。那小子在干嘛？他想用国产报废的越野电机平替掉大 G 的电机。别急，我们等着看结果就行了。也许这兄弟真能给我们意外惊喜呢。张哥，陆征他真的能修好吗？陆征他做什么事情都喜欢钻研，虽然他的修车技术最早是我教的，但他早就青出于蓝了。只要他说能修好，那绝对没有问题。陆征说话向来一诺千金。点火，挂低速4驱。兄弟，你确实艺高人胆大，佩服佩服。一共多少钱？龙哥，这要是在你店里，少说得2万，在这外五县没有1万也下不来吧？平替用的材料本身就是废品，不值钱，800够了。我只赚手艺钱。800？陆征就是人太实在了，这几个明显都是有钱的大老板，他就是要1万，人家也不会犹豫一下的。吴哥，我来吧。老板在哪儿付款？来这边。兄弟，我叫吴天龙，在市里有一个改装车厂，你来我店里，我给你1个月2万底薪，5险1金都交最高档，包吃住，有独立宿舍。
改装利润给你15%的分红，你也可以把你媳妇儿也带去，当个销售经理，绰绰有余。陆征，这可是难得的机会，这样一来，不光那1万块钱有着落了，以后我们的生活也会好起来了。对不起，吴哥，我不能走，我打学徒起就在这儿干了，师傅是恩人，我不能单飞。兄弟，你这话说的不对啊！你干了这么多年，你师傅的恩都报完了，怎么不能出去闯一闯？你要是不好意思开口，我去跟他说，大不了给一笔买断费，这没什么的。我这人一根筋，背叛恩人的事情我做不出，对不起。吴老板，实在抱歉，他就是个犟种，我会劝劝他的。那行，你什么时候想好了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吴老板开了那么好的条件，你为什么不去？难道你要一辈子守在这个小作坊里吗？我走了，张哥怎么办？这些年你也给张哥赚了不少钱，你总不能给他打一辈子工吧？嫂子是镇上的老师，他们两口子1个月1万大几的收入，养活一个孩子绰绰有余。但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啊！我还年轻，我能赚。我已经联系好了一个车主，以后给他开晚班的出租。你白天晚上连轴转，你不要命了吗？没事，我不怕累。但我怕，我心疼你，你要是累倒了，我的天就塌了。陆征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明白吗？你是我嫂子，这些话你不应该说。我吃饱了。怎么了，嫂子？我害怕，你能陪陪我吗？你想让我怎么陪？我能跟你挤睡吗？我从小就怕打雷下雨，你是知道的。你之前说过要保护我一辈子，你不能说话不算话。那你别乱动。清河，你不能这样。陆征，要了我吧，我和陆明他……你别再说了，你再这样，我就走了。陆征，好你个逆子，你这就跟这骚狐狸过上日子了，不管我们老两口了是吧？你们怎么来了？你这个白眼狼，现在连爸妈都不叫了是吧？那天我不是已经跟你们把话说明白了，你们也同意断绝关系了？哎呀，不活了，儿子不认爹妈了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妈，你这是干啥？陆征，他们来闹只是想继续吸你的血，你如果连这点都看不明白，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？你什么时候能醒悟，能为自己而活？陆征，月底了，你之前答应的1万块钱呢？拿来吧。什么1万块钱？陆征，你是老子养大的，你的钱都应该给我们老两口，凭什么给外人？钱在这儿。别过来，你们听好了，这些钱是陆征不吃不喝，白天修车，晚上开出租，一点一点攒出来的。这些钱是他用命换的，不会给任何人。哎呀，你这个不孝女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？陆征，今天这钱你要是不交出来，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儿子，还要去法院告你。陆征，他不懂得拒绝别人，说不出绝情的话，我来替他说。你们所有人都知道，我跟陆征是青梅竹马，互相喜欢，但你们就因为他没钱，是领养来的，就强行将我嫁给了陆明。但你们知道吗？陆明这个人游手好闲，从来没赚过1分钱。这些年他们一家都是在喝陆征的血，他们只把陆征当成赚钱的工具，从来没把陆征当过家人。这些话都是陆明亲口跟我说的。我能作证，这些话即便弟妹今天不说，想必街坊邻居的这些年也都能看出来，他们就是在欺负陆征是老实人。老实人就活该被你们欺负吗？陆征，你不是一直把我当嫂子，不肯跟我在一起，不敢说出那句话吗？那你听好了，我虽然跟陆明结婚了3个月，但他从来没碰过我，因为他不行，身体先天有问题，碰不了女人，他也根本不喜欢女人。这些事情你的养父母都知道，但他们为了面子和亲儿子，还是让他娶了我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他撒谎，大伙儿别信他的。哎呀，我不活了，老脸都丢光了，都怪这个白眼狼，都怪这个丧门星。这么说，你跟陆明从来没发生过关系，你还是……我的第一次还在，我是干净的，我愿意等你，陆征。我的心里已经容不下别人了，这一次你不要再抛下我好不好？这一刻，我尘封了20多年的心，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撞击了一下。我知道，我必须要迈出那一步了。我要觉醒，为了我爱的女人，也为了我自己。清河，以后没人能拆散我们。陆大强、潘桂芳，当初你们因为什么收养我，你们心知肚明。这些年我欠你们的也还清了，今后我承诺每个月给你们3000块钱的生活费，但前提是你们别再来打扰我们，不然1分钱都没有。你这个白眼狼！我是不是白眼狼？你们心知肚明。陆大强，这些年你打过我多少回，你自己已经记不清了吧？你们摸摸自己的良心，真的有一次把我当做过亲人吗？每个月3000块钱，是我对你们最后的怜悯。
好，陆征，我们要，你记得每个月按时打给我们啊。至于你们，我支持沈清河的决定，他不想把这1万块钱给你们，那你们就1分钱都别想拿。你这个不孝女，你真的忍心眼巴巴看着我们老两口不管吗？我们可是你亲生父母啊！没错，你们是我血缘上的亲生父母，但从小到大却从来都没做过亲生父母应尽的义务。我之前说过，我会给你们养老送终，但你们这一生把全部的心血和偏爱都给了你们的亲儿子沈耀祖，你们欠下的账与我无关，去管沈耀祖要去吧。你清河的话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都走，要不别怪我不客气。好，沈清河，你给我记住，陆征他就是个没用的废物，他永远都是废物，不可能有咸鱼翻身的一天，我们等着看笑话。我相信陆征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，会打你们所有人的脸，会让你们所有人亲眼看到，离开了你们，他会风云化龙，一飞冲天。清河，即便这世上没人相信你，请你记住，我信。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大钟，昨天吴天龙找到我了，他给了我2万块钱，想要我同意你去他的店里工作，我答应了。张哥，这2万块钱你也拿着，就当是我这个当哥的一点心意。你很讲义气，舍不得抛下我，但我不能看着你大好青春白白浪费在这小县城里。你走吧，以后你飞黄腾达的那一天能回来看看哥，请哥喝顿酒就行。张哥，不管我以后飞多高，我都不会忘记你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大哥。这一刻，我知道崭新的人生开始了。我来到了吴老板的车厂，他不但信守承诺，给了我2万的底薪，还把我的级别提到了总监级。我没有辜负吴老板的期望，更加努力的去工作，同时在吴老板的安排下，去更优秀的地方学习修理技术，不断提升自己。而清河也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成功成为了销售经理。他学东西比我还快，短短半年时间，他的底薪加上提成，甚至都超过了我。我们虽然没有明说，但彼此已经心知肚明，确立了关系。只是我太过保守，还始终没有捅破那最后一层窗户纸。清河，你今天穿的有点特别。喜欢吗？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连生日礼物都没送给我？早就准备好了，想给你一个惊喜。10万的存折，不，这不是我想要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，我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你。这一刻，我的心跳急剧飙升。我知道这一晚我们都会送给对方最好的东西。陆哲，我们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？我们明天就去领证。老婆，坏蛋，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很久。我之前以为我永远都等不到了。我们的故事的确历经磨难，都能写一本书了。不过好在我终于醒悟了，从围城中走了出来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没错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们第2天便领了结婚证。半年后，我们攒够了房子的首付，在市区最繁华的位置买下了精装的大平层。这是我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。1年后，我们的第一个宝宝满月了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们知道，只要选对了爱的人，朝着共同的目标奔赴，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。而我的努力让吴哥看到，他也从打工人让我升级成为了股份合伙人。我这个外5县走出的没爹没娘的孩子，终于成为了身家100万的大老板。大征，你咋来了？没提前打个招呼，我好准备点好酒好菜呀。哎呀，不用麻烦，挺长时间没回来了，来看看张哥。姐夫，我现在也变好了，务实了，跟着张哥学修车2个月了，现在也成手了。我能去城里你们店里工作不？我说的不算，问你姐，咱家她当家。你成没成手自己说了没用，得张哥说了才算。等他说你成手了，再来城里找我。那你还得练，你姐夫当年在我这干了10几年啊，10几年，那我都得40多了。耀祖，你记住，没有人是随随便便成功的。你想成为人上人，就要吃得苦中苦。
哎呀，儿子，你都好几年没回来了，快让爸看看。儿子，这是妈特意给你包的牛肉馅的包子，你小时候最爱吃。哎呀，这才2年没见，又换车了。我当年就说吧，我大儿子以后肯定行。几年前，我曾无数次设想，再见到养父母，我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。但当我真的功成名就，站在今天的高度，原来我的内心是毫无波澜的。过去的种种恩怨也好，不公也罢，全都一笑而过。原来人内心的一切情绪都跟你当下所处的高度挂钩。那是啊，我姑爷是谁啊？那是真龙啊！要不当年我们能同意女儿嫁给他吗？女儿啊，这是我跟你爹给你做的酱牛肉，你拿回家给我姑爷和我大外孙吃，吃没了再跟妈说，妈给你做。谢谢妈。我老婆也跟我一样淡然，面对眼前的4个老人，其实你没有必要跟他们计较任何，也没有必要挖苦他们，因为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，人的认知普遍都不高，物质生活大不如现在。我们更应该以一颗淡然包容的心去看待这一切，活在当下，享受现在的生活胜过一切。人要打破生活的枷锁，更要跟生活和解，这样人生才能更广阔，日子才会越来越好。